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建筑非常有科技感，非常的轻盈，彰显结构和建筑材料的魅力。这一类建筑很大一部分就是高级派建筑了。这个名字看起来就非常体现技术，更加形象的名字叫做结构表现主义。曾经有一段时期是非常流行的。那这个建筑流派怎么来的？现在怎么样了？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些高级派建筑，尤其是要去看看这个流派最经典的代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体验一下这类建筑什么感觉。首先我们大概来了解一下高级派，它是属于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一种方向。之前看过柏林的那个国会大厦，就是高级派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代表之作。另一个之前在巴塞罗那看过的竞技场商业中心，是高级派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的作品。他们都有一些特点，就是结构外露，或者说很通透，一些结构构件材料基本上都是不加修饰，有点类似轻盈版的粗野主义。而福斯特和罗杰斯这两位英国建筑师都是高级派的代表人物。高级派建筑大量的出现是在20世纪的后半段，但在20世纪初就有人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设计。之前我们提到现代主义四大师，他们的建筑理论和建筑实践是非常契合二战之后城市快速重建的要求。那个时候的现代主义就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讲究功能为主的方盒子，但时间久了之后，一直盖这些方盒子就会显得有点无聊乏味，于是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流派，什么粗野主义啊、理性主义啊、地域主义啊等等。到一定时期之后开始又乏味了嘛，又想有点变化，于是又发展成了后现代主义、新理性主义。高级派就在这段时间慢慢的发展和完善。最初高级派的发展是在英国，他们就喜欢这种材料结构的裸露，或者叫做材料的程式性。当时的工业大发展，他们对一些带有力量感的工业美学非常的喜欢。这里也需要结合当时的大背景，美苏冷战、太空竞赛，这也带动了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然后当时的一些科幻电影，所以对于工业、机械、未来感的这种东西，大家是非常痴迷的。这个时候就要讲一下之前提到的那位诺曼福斯特，他在耶鲁读书的时候认识的理查德·罗杰斯，后来他们和另外两个一起回到英国，创办了 Team 4这么一个建筑设计团队。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大概率因为当时有一个叫 Team 10的建筑师团体，是探索不同于以往那种现代主义设计思路的组织，而以前的那个组织就是由科布西耶主导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那个 Team 4，这个小组怎么说？这个人员是比较复杂的，这两位的现任、前任或者说前妻，这个来来回回都曾在这个公司工作。当然这个就没几年就解散了。不过抛开组织架构不说，他们算是奠定了高级派的一个基础。接下来来说一说另一位高级派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就是设计杭州天幕里的那一位意大利建筑师。他家里原先就是建筑承包商，从小对建筑就非常有兴趣。他在意大利读完书之后就在学校当老师了，后来他又去到英国伦敦做讲师。就在那段时间里，他认识了理查德·罗杰斯。那两个人的建筑理念差不多，所以一拍即合，就准备一起合作干一番事业。就在1969年的时候，当时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就打算在巴黎要建一座大型的文化设施，想让巴黎多一个世界级的艺术交流中心。而且选的这个地方街区本来就比较乱，正好通过这个建筑把这个街区也一起翻新一下。在1971年的建筑设计竞赛当中，皮亚诺跟罗杰斯的方案最终胜出。后来乔治·蓬皮杜在1974年逝世，而这个建筑建成于1977年，所以为了纪念这位前法国总统，该建筑的名字就被命名为蓬皮杜艺术中心。接下来去看一下这座建筑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来说一下巴黎人民的反应，批评，强烈的批评，跟那个巴黎铁塔还有卢浮宫的金字塔反应差不多。那看来这个建筑很大概率要成为地标了。也确实，后来这个蓬皮杜艺术中心几乎是高级派最为经典的代表。整个建筑的功能有很多，图书馆、美术馆，还有一些研究院，但是建筑前面还是空了一个场地作为广场。这样的一个聚集场地让原先街区的活力还都在。去实地看的时候，这个广场上的人还是很多的，吃东西、聊天、发呆、晒太阳都有。当然最具辨识度的就是这个建筑的外观。有别于传统的建筑，这个艺术中心的结构、管道都暴露在外面。在这个号称浪漫古典的巴黎街道中出现这么一座工厂，
这你受得了吗？以前建筑设计的立面主要是开窗，还有一些楼梯构件，或者说用不同的立面材料、颜色来进行设计。而这个建筑就直接打破了这个传统，首先把交通的构件都放在外面了，楼梯、电梯。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正立面那一部直接通到屋顶的自动扶梯，这些交通构件就是立面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就是它把管道也都放在外面了，那管道太多太杂乱怎么办？就把不同的管道按照功能涂成不同的颜色，比方说空调管道就是蓝色，绿色的是水管，有关电的管道是黄色，红色就是电梯，白色是地下的通风管道。所以不同颜色的管道又丰富了这个立面。另外一个结构构件就更不用说了，各种钢索、钢柱、钢梁，这些结构构件也是一目了然。这三个部分就组成了建筑的立面，这个材料的诚实性属于诚实到家了。建筑师的想法就是把建筑的主体空间全部给到这个艺术中心，内部空间很大，非常灵活。当然这样设计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暴露在外面的管道结构维护成本相对会高一点。不过对于建筑设计来说都是小事，因为这个建筑的理念突破实在是太大了。整个建筑给人满满的工业气息，就像是一部机器或者说一艘飞船停在这里，放到现在也是独树一帜。外立面这个自动扶梯可以根据指示免费上去，是非常好的一个观赏巴黎的景观台。当然之前也说过，这个艺术中心接下来要进行翻修，所以大概要短暂的关闭几年。蓬皮杜艺术中心确实非常的酷，高级派也体现得非常直观。不过现在的这个高级派声音好像慢慢变小了，因为原本是要展现建筑技术、建筑的结构美学，但是随着建筑的发展，很多技术也开始慢慢被使用，各种风格也开始融合。现在新造的建筑就很难定义哪个是纯粹的高级派建筑。很多建筑也喜欢把结构隐藏一部分，暴露一部分，也成为了一种立面的设计手法。而且高级派真正的运用好的，也似乎局限在了公共建筑，比方说工厂、办公楼，还有一些艺术馆。而普通人接触更多的住宅建筑来说，高级派显然并没有那么适用。高级派建筑将更大的关注度放在了科学和技术进步上面，当然它的呈现方式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不过这个看起来更加硬核一点的建筑类型，在整个建筑发展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